瓜子泡茶听 iPhone，各位好，我是 Spike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iPhone 的隐私，主题是配件。这也是一个小众话题了啊，各位也会想，这个配件有什么牵扯到隐私的？那你就会发现，一旦一个大公司决定在某一个方向上发力以后啊，这个有些时候是很难刹住车的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而这个跟配件相关的隐私的设置和这个功能的加入，其实很多时候呢，会对一些用户带来或多或少的一些小小的困扰。特别是针对 Mac 的用户啊，以后我们在开这个 Mac 的课题的时候，也会讲到 Mac 上面的隐私。其实那个呢就会讲的简单一些，原因是因为大部分 Mac 上的隐私，它的设计原理跟机制都是跟 iPhone 类似的，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，谈到隐私这个话题，iPhone 上的隐私比 Mac 上的隐私会更重要一些。这个我相信我节目的频道都能够理解这是为什么啊？因为 Mac 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嘛，是吧？它的隐私呢不如 iPhone 那么的重要。那当然了，其实这个都是借口。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类用 iPhone 的时间比用 Mac 时间长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这个配件，我为什么说会，特别是对一些 Mac 的用户，一个配件的隐私功能的加入，会对一些 Mac 用户产生一些困扰呢？原因是因为这是我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。之前我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顾客，他就是买了一个这个移动硬盘，然后他一直接在他的 Mac 上去用。那自从有一次他把他的 Mac 系统升级了之后，突然发现这个移动硬盘就用不了了，无法访问了。那当然，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个故事，你们应该都十有八九就猜到了，是吧？因为它升级了系统之后呢，新的系统加入了对配件隐私的保护。也就是说，你在电脑上连接一个移动硬盘，这个移动硬盘属于配件吧？那如果没有这方面隐私保护的话，那就很简单，你连上就用呗啊。但是有了隐私保护之后，你这个配件一连上，你必须在隐私的设置当中去同意某一款 App 去访问你这个配件，你才能够被正常的使用。从系统核心的 Finder 就是访达那个文件管理器，这个是操作系统的功能啊，类似于这个 Windows 的这个我的电脑或者是计算机或者是资源管理器这个功能。那你想想看，像这样的系统核心功能都绕不过去隐私。那也就是说，当系统检测到你连接了一个新的移动硬盘或者 U 盘的时候，它会跳出一个框框说，你是否允许我这个系统的文件管理器去访问你这个 U 盘。如果你当时又是觉得，哎呀，这怎么这么烦，对吧？又跳出这个对话框，赶紧给它点掉，然后你就随便点了一个否，然后你这个 U 盘呢就永远不能用了。当然也不能说永远啊，那当然你要想改主意，你必须像我们这个系列课程分享那样，再到设置隐私，找到配件，然后再找到这个 U 盘，然后选择把它打开，对吧？但是你想想看，但凡能够跳出一个对话框，就随便把它点走，连看都不看的这种用户，他怎么会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呢？肯定就不会了呀，就觉得你这个电脑坏了呀，过来吵架了是吧？这个是不是经常大家就熟悉的场景？所以当这个配件隐私加入之后，如果你不仔细的去看屏幕，甚至有的时候，你就第一次问你的时候，你确实是为了保护隐私，主观的去选择了不允许，但是可能过了2天，你又觉得想用它了，想打开的时候忘了这码事儿了，那就觉得手机坏了，这都是有可能的啊。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内容呢，主要就是希望大家知道，你当连接了一个配件，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，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配件，连接到你的 iPhone 或者任何 iPad 或者 Mac 上的时候，你发现它没有办法像预期当中的起作用，或者是你发现怎么连上了没用。其实有一种故障排查的方式，就是你可以到设置的隐私里面去看一看，它有没有允许你要的那个 app 去访问这个配件。我们还是拿 iPhone 来说啊，现在特别是 iPhone 15以后，接口都变成了 USB Type C 的接口。那变成 Type C 之后呢，你其实理论上就可以连接所有的 Type C 接口的 U 盘、移动硬盘。
这种存储设备了，这是没问题的。但其实原来 Lightning 接口也能连啊，早就能连了。从 iPhone 4可能不行，iPhone 5的时候就可以连，只不过你需要一个转接头而已。但是连接速度呢会比较慢。那如果你是这个快一点的，比如说是 iPhone 15 Pro， 那你的连接速度就会更快，可能它能走这个 USB 3.0 的协议啊。那你连上这个 U 盘之后，很多时候你不仅仅是要用 iPhone 上的文件 App 去访问这个 U 盘上的内容。我举个很现实的例子，比如说可能我不会这么做啊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方法是可行的，可能有人想做。比如说你坐长途旅行的飞机，要飞半个地球，10几个小时，然后你也没有 iPad， 你没有电脑，你就带了一个手机。那飞机上一般是可以充电的，或者你可以随身携带充电宝嘛。但是呢，你想随身携带个比如说10个小时，你最起码能看5部电影吧？那你想看携带5部4K 高清电影，并且是这个可能是要好多外挂字幕啊什么的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你的 iPhone 可能就存不下这么多内容。那很简单，你就可以把这些电影拷到一个 U 盘或者移动硬盘里面，然后你在飞机上的时候，你连上这个 U 盘或者移动硬盘去听就好了。那你说去看就好了。那你说这个能不能一边看一边充电啊？可以啊，你买转接头就行了呀。而且这个转接头基本上跟电脑就通用了，是吧？你买一个能够同时充电的这种转接头，你不但能充电，还能连有线耳机呢，啊，基本上 Type C 的这个接口，它跟电脑上的那个 Type C 的转换器就是跟 iPhone 是通用的。你在家里试一下，只要不存在供电的问题，这种方案都可以解决。但后继的问题是，你难道要打算用文件 App 去打开这些电影文件吗？往往都是 MKV 的格式的，对不对？它打不开啊，它不认识这个文件格式。那这种情况下，你肯定要下载一些第三方的视频播放 App， 比如说我知道的 VLC， 是我用的比较多的。它能够解析这种 MKV 的视频，它也能挂上多语言的字幕，它甚至可以去解析这种 AC3 的杜比环绕声的这个音频都可以。那这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？第三方的 App 要访问你的移动硬盘或者 U 盘。扣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，就是第三方的 App 要访问连接到你 iPhone 上面的配件了，那这就存在一个隐私的问题了。这个第三方的 App， 它有可能会把你配件上的目录，它可能不会真的访问你这些电影文件啊，但是它可能，比如说你只是想连接上这个 U 盘去看一个你的工作文档啊，一个 Excel 表格，这个没问题吧？但是呢，可能这个某一个办公文件的这个软件啊，它在给你看表格的同时，把你整个 U 盘里边的文件目录给扫描了一遍，这是没有告诉你的。那它虽然你以为你在看表格，它也确实给你做好了你的需求，但是与此同时，它也知道了啊，原来这个用户他在 U 盘里还存了 A 片，那接下来就可以投放一些相应的广告了。当然上面是开个玩笑，但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，对吧？还真有可能有这种事情。所以如果你想保护这方面的隐私的话，其实你就只能通过阻止这个软件去访问你的配件来去实现。当然，你如果真的是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，你必须要打开这个表格，那目前来讲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去阻止。好像现在对于 U 盘、移动硬盘这种存储设备，你只有一个总开关，你没有办法说你只能访问我某一个文件夹。这个目前来讲，我认知的范围内还做不到啊。但是，照片是可以了。之后我们聊到照片 App 的隐私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小的重磅，也会跟大家进一步的去分享。好，那聊到这儿之后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设置吧。在设置通用，不是通用，设置里面的隐私与安全性啊，我看一下这边能看到目录的，应该，稍等啊，隐私与安全性进来，如果我长按设置啊，因为它现在就是设置，这个技巧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？比如说我好几层目录进来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在设置里面，比如说我点这个隐私与安全性，在隐私与安全性里面呢，我又点了一个这儿，配件在这儿啊，我又点了一个配件进来，我是不是点了2下还是3下？那现在我如果我问你这个配件是怎么点进来的，其实你可以通过长按这个返回，你看
它会直接告诉你这个返回是要返回到哪里啊。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啊，短按就直接回去，但是长按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路径，以及你可以直接回到这个根目录上面。好，回来，在配件里面，因为我这个样机呢也是没有安装任何的配件的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一行小字的介绍，我离近一点哈。他说什么呢？可访问一个或多个配件的 App 将在此处显示。这个能理解吧？可访问一个或多个配件的 App。比如说你一个第三方 app， 它可以访问一个 U 盘，还可以访问你的摄像头啊。iPhone 是可以外接摄像头的啊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在这边显示，包括麦克风，对吧？那更多的配件可在家庭 app、蓝牙 app 跟 WiFi 设置中找到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相应的第三方 app 要请求访问你的某一个配件的话，你可以在这里看到，你可以随时到这个设置里面把它的权限打开或者是关闭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对隐私配件的一些简单的分享啊。我觉得，跟着我的这个隐私的节目听下来，重磅在前面几期的这种大的环境和观念你都理解了之后，这个配件这一块呢，更多的价值在于给你提供一个连上 U 盘找不到的一个这个故障排除的思路吧。那当然了，你也可以换一种方法，就是用这个隐私来去阻止某一些 App 去访问你的配件啊。好，那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，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